我是王局长，您什么人？什么王局长那么屌啊？我是1937年上海滩赌圣。我是夺命剪刀脚。我管你1937还1997啊，总之不要给我9不搭7。你马上把电话交给5个，要不然我一拳打爆你的头。你打爆我的头，我用脚夹断你的脖子。他真的是在1937年的上海，在1991年的香港打电话给1937年的上海。可王局长根本不信，还单方面强行挂断了电话。如此一来，又让阿星陷入了死循环当中，手中电话没有信号，如同一块废铁。而大军虽然会特异功能，却因为贪恋1937年的权势财富，不肯发功和阿星一起回到1991。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在10日之后打败川岛芳子，胁迫大军发功送自己回去。很快，随着时间临近，如仙这天在妹妹如梦房间，意外见到了阿星穿越那天的落魄画像，终于恍然大悟，原来阿星是把他当成了如梦，这才锲而不舍地总向自己表白示好。随后他听到父亲房间传来嘈杂，便下意识地走去查看，结果却听到父亲正和川岛密谋，打算在他和丁力订婚那天故意制造些小混乱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丁力杀掉。闻听此言的如仙怎么也不会想到父亲居然做了汉奸，且还要亲手杀掉自己的未婚夫。他赶紧来到电话旁，想第一时间将这个阴谋通知丁力，不料他拨动号码的声音立马被里面的二狗子黄金贵察觉，当即出来强行挂断了电话，还甩出一巴掌示以教训。结果这一巴掌用力过猛，直接将如仙打得坠下了2楼，就此香消玉殒。可见此一幕的如父没有半点心痛，反而关心后天的刺杀怎么进行。也就在这时，痴傻的如梦听到动静跑来，她也是我女儿，是个低能儿。低能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像如仙。如父则更狠，为了攀上川岛这一层关系，他警告如梦今晚之事不准外说，否则就把他活活打死。从如梦惊恐的表情不难看出，应该从小就不受自己父亲待见。而当丁力阿星听闻他生病前来探望时，他立马钻进了阿星怀中，显然以如梦5岁孩童的记忆，经过前一段和阿星的和平相处，已经将阿星当成了最强硬的靠山。但丁力毕竟是如仙的未婚夫，见如梦两人过于亲密的举动，当即气得转身就走。虽然阿星及时追了出去，但却早已没了丁力的踪迹。这时如父告诉阿星，丁力约了他晚上去饭店有事商量。而想到自从穿越到这里后，丁力一直对自己情深意重，阿星担心事情闹大，便带上周大福一起前去赴约，看能不能心平气和地解决这段三角恋关系。结果两人等了半天也不见丁力前来。一旁的周大福突然想到，这里就是许文强被枪杀的地方，如今阿星抢了丁力的未婚妻，对方该不会恼羞成怒报复他吧？于是为了以防万一，两人全副武装准备偷偷溜走。不曾想才刚到门口，就听见一阵噼里啪啦的响。原来是黄金贵这个老六手拿鞭炮吓唬了阿星两人一顿，随后他一枪干掉如梦父亲。美曰其名，没了利用价值的人就该被淘汰。阿星见状赶紧上前救人，却被小鬼子第一高手拦路，直接一记重脚踢得他五脏翻涌，在比了一个挖腮的手势后，晕倒在了周大福身上。等他再次醒来，已被五花大绑关在了地牢之中。在这里他还遇见了达叔，原来这个倒霉蛋刚穿越过来就被川岛抓了起来。接着川岛威胁阿星，让他利用丁力的信任将其杀掉，否则他们爷孙三人就会同一天上路。说罢吩咐手下对达叔施以酷刑，想以这种方式逼阿星就范。可不料达叔身子都被拉长到了一半，阿星却表示他们周家人从不做背信弃义的龌龊之事，就算死也要坦坦荡荡。见阿星铁了心不顾亲叔叔死活，川岛又将如梦和吴春天押了出来。这一下阿星慌了神，他以为如梦就是如仙。你说什么啊？是双胞胎姐妹。听吴春天说完所有，阿星这才终于明白过来，如仙时不时的对自己忽冷忽热，只因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姐妹。如今如仙已被他们害死，阿星不敢以如梦的性命冒险，立马答应了刺杀丁力一事。而有了这个把柄的川岛很是得意，手中刀出鞘后开始为阿星松绑，结果一套花里胡哨炫技后，连麻绳的一根丝都没有切掉。短暂尴尬过后，他又担心阿星下不了手，你一定要催眠你自己啊，让你自己恨丁力啊，这样你就可以下手了。什么催眠啊？那你跟我念一遍，我要杀死丁力那个杂碎，杀死丁力那个杂碎。可转头阿星就把一切经过告诉了丁力，因为他实在是下不去手。但吴春天可是周大福的心头肉，为了救回心上人，他决定从上而下暗杀丁力。不料裤脚却卡在了护栏上，离目标只有一巴掌的距离，于是他赶紧松开腰带，结果丁力刚好离开，导致他直接摔了个狗啃泥。一次不成再来一次，周大福趁机甩出回旋飞刀，可关键时刻丁力又弯腰去系鞋带，要不是阿星急中生智，利用榴莲挡下回旋飞刀，估计周大福会被自己的暗器削了脑袋。但饶是如此，周大福依旧没有放弃，他偷偷在丁力牛奶中加入毒药，
寻思着这一次应该躲不过了吧。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阿星发现牛奶有问题后，竟率先抢过去一口闷了。不过这种无理举动，丁力非但没有责怪，还劝慰阿星在外面要注意食品安全，因为小鬼子善用一种叫家属蟹梨散的毒药来坑害国人，一代大侠霍元甲就是中的此毒。而据说中毒者一开始情绪会非常兴奋，接着毒散逐渐扩散，中毒者全身开始冒起白烟，并且伴随着手脚冰凉，开始渐渐的手舞足蹈不受控制，直到最后精疲力尽枯竭而死。好在倒下去的那一刻，阿星赶紧施展特异功能，将体内毒散全逼了出去。不过今晚一系列种种行为令丁力怀疑阿星叛变投靠了小鬼子，于是他持枪询问爷孙缘由。我没有办法不这么做，川岛芳子抓了我三叔跟如梦，威胁我要杀了他们。对，她就是如仙的双胞妹妹。如仙小姐老早就被黄金贵给害死了。我们那次去探病的那个，其实不是如仙，是如梦啊。得知了全部真相，丁力清楚自己不死，以川岛丰批阴晴不定的尿性，肯定会做出杀人灭口的事情。于是和阿星一番商量，决定用假死来骗取川岛的信任，然后趁他们放松警惕之时，再由阿星利用特异功能救出如梦等人。为此，阿星特意制造了一场意外，所谓细节决定生死。随后，阿星拿着一副假牙找到川岛，表示丁力已被他炸得粉身碎骨，只剩下这一点钙化组织了。可眼看川岛即将信以为真，二鬼子黄金贵突然冒出，拆穿了丁力根本没死。这一切都是阿星等人的阴谋。闻听此言的川岛彻底暴走，命人在他前去赴10日赌约的同时，秘密将阿星一行悄悄解决掉。